白秋启仗着我爱他，就不把我当人。结婚6年，他搂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所有人都认为，无论白秋启做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直到他搂着当红小花的照片冲上热搜，我再也忍无可忍，直接把离婚协议摔到他面前。白秋启发了疯似的把办公室砸得稀烂，用力地掐着我的腰，声音破碎到颤抖，想离婚，做梦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林总助理神色急切地冲进来，熟练地把照片、狗仔的信息放到我面前。照片核实过了，上面的人确实是白总，还和之前一样，花重金把照片买下来吗？我疲倦地抬起眼，神色黯然，随意拿起一张照片，刘怀佳坐在他怀里，笑得妩媚动人，欲拒还休。从前看到这样的照片，我都要发疯，和白秋启吵得天翻地覆，要死要活地逼他和外面的女人断绝关系。哭一次他会哄我，哭2次他会和我吵架，哭3次他直接扭头就走。他明明知道我会痛，却还要一次一次地往我的心口捅刀子。心是在什么时候冷的呢？大概是在以命相逼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。又或许是在我高烧住院，他搂着别的女人，叫我别装。总之桩桩件件多到我数不清，多到我想不起。我们之间早就没有爱了，剩下的只有对彼此的怨怼罢了。白秋启自己的事，凭什么让我管？自己的事自己处理，这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我淡漠地摇摇头，不用了。助理很显然觉得不可思议，表情愕然。林总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淡笑自如。不用了，关于他的事，以后都不要再跟我说了。他面露犹豫，又确认了一遍。那照片我们也不买了，不买了。我没再理他，埋进成堆的文件里。助理走后，我望着窗外的江景发呆。这些年，白秋启吃准了我，刘怀佳吃准了我，就连狗仔都来拿捏我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不会离开白秋启，也离不开白秋启。我推开白秋启办公室的门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刘怀佳。他先是惊愕的整个人瑟缩了一下，后又惊恐地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慌忙地往身上盖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微扬起下巴，在对我炫耀。我莫名觉得有些好笑，甚至我都想不起来，她是第几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小姑娘了。这幅眼含春波的风景，落在白秋启眼里，定是楚楚可怜。可我却在那惊恐的表情上，看到了他眼里的挑衅和沾沾自喜的得意。喂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白秋启围着浴巾，发间还滴着水珠，表情更是怒不可遏，直接挡在受惊的刘怀佳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滚出去！”我淡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扬了扬手里的文件：“有事找你，白秋启，我们谈谈吧。”刘怀佳很乖巧地戳了戳白秋启的后腰，看到我严肃的神情，顿然喜笑颜开：“不然你们聊吧，我先出去。”也是，我主动退位，他当然乐享其成，毕竟年少有为的钻石王老五，谁不爱呢？白秋启回身握住他的手，故意放到嘴边吻了吻，做戏给我看。乖，那你先出去。我不明白白秋启为什么总喜欢激我，他好像很热衷于看到我为他发疯的模样，可我只是静静地看着，就好像在旁观一场闹剧。刘怀佳探出头，给我一个示威和高高在上的笑。白秋启终于舍得抬起眼睛看我，对我反应很是不满意，但也只是撇撇嘴：“你先到会客厅等着。”我没什么情绪地点点头，利落地转身就走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行，我还贴心地替他们关上门。一路上，
公司员工看我的表情都带着怜悯和同情。我当初不顾父亲的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穷二白的白秋启。他也曾经在深夜里抱着我的腰，失声痛哭，许下永远的承诺。林洛曦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那声音悲鸣痛苦，进了满腔的愧疚与深情，字字句句飘到我心里，叫我心都痛了。所以我信了，我抱着虚无的承诺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8年，整整8年。他知道我怕冷，会把他冰凉的双脚踹到我温热的肚子里。他知道我怕冷，会故意把我丢在落着冬雨的马路上，让我自生自灭。他了解我，知道用什么方法能让我疼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，就准备了白总平时爱喝的。刘怀佳一副女主人的姿态，把泡好的红茶推到我面前。我没什么心思和他周旋，和白秋启有关的人和事都让我觉得恶心。他故意朝脖梗扇风，叫我看清他们恩爱的痕迹。白总还是这么不分场合，让您见笑了。我看着他那张秀丽的脸，忍不住淡淡道：“没关系，你不是第一个了。”刘怀佳脸上的表情一僵，面色顿时有些不好看。他刚准备说些什么，秘书就敲响了房门。“夫人，白总让您过去。”我点点头，拿着爱马仕最新款的包包过去。刘怀佳的表情在看到包包的那一瞬间变得气愤而歹毒。毕竟他求了白秋启好久，他总是拿借口搪塞，懒得去。白秋启随意扯了扯领带，看我的表情很是不耐烦。“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”我只是面无表情地把离婚协议摊在他面前，语气很是淡漠。“你看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”我贴心地把笔打开，放到他面前。白秋启眉头一拧，手一掀，资料就和雪花一样洒落。“林洛曦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你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妥协了吧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没长记性？又想拿离婚要挟我？”“林洛曦，说真的，你能不能换个新把戏？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诫自己不能对这种男人生气。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无奈又严肃：“白秋启，我没闹，我是真的想离婚了。”他的眼中闪过一瞬间的慌乱，但也只是一瞬间。白秋启紧紧地盯着我，似乎想在我平淡无波的表情上找到什么破碎的痕迹，但是他没有。“好，今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在办公室胡闹。但是男人嘛，精力旺盛，你就不能多担待一点？”我摇摇头，看着他的眼睛异常认真。“白秋启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不想和你过了。”白秋启脸上的表情渐渐凝固，拳头渐渐握紧，手上的青筋也爆了出来。我释然一笑，抬起眼睛看他，就挺没意思的。白秋启脸上浮着的烦躁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风雨欲来的压迫感，整个人显得锐利而冰冷。“林洛曦。”他居高临下地俯视我，透过冰冷的镜片可以看见他眼里闪过的冷光。他盯着我的眼神好像在看一滩死水，像猛兽盯紧了猎物般的凶狠。他周身的气压都降了下去，我竟觉得周身都冷了几分。他冷然道：“林洛曦，你认真的？”我当然是认真的。虽然他问的是一些废话，但我还是耐着这性子，认真地冲他点了点头。竟不知道我的性子什么时候被他磨得这么好了。曾经为了逼白秋启回心转意，我什么手段没用过？闹离婚、搞失踪、割腕，极端到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可笑。但那也是几年前的事了，4次的试探，4次的心灰意冷，就算是岩浆般炙热的心，也该熄灭了。“林洛曦，你这次又想要什么？”白秋启的指尖狠狠地点着桌面，
噔噔的响声证明他的心情已经差到了极点。我就是在外面玩玩而已，你有必要这么和我闹吗？你出去看看，外面哪个男人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别人的老婆就可以老老实实、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，你就要三番两次地和我闹？我丝毫没有被他的情绪影响，只是漠然地抬眼看他，突然就有些明白白秋起之前的情绪。大概我发疯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看我的吧，觉得我神经又可笑。我想要什么？白秋起的表情瞬间被嘲弄替代，他安然地坐下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说吧。我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份离婚协议，淡淡开口：我想离婚，你给吗？白秋起的表情瞬间变得很难看，那种茫然和空白的情绪几乎是很难从他脸上看到的。片刻后，他嗤笑了一下，拉近和我距离。林洛曦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喝了？好好做你的白太太不行吗？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外面这些莺莺燕燕不会取代你的位置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呢？你总是要搞出一些动静来。林洛曦，你有时候真的很烦人。他笃定的眸子里满是不信，仍然觉得我在耍小脾气，不痛不痒的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和他要宠爱，我几乎就要苦笑了。你好好看看协议上面的内容吧，下次我直接找律师和你谈。白秋起定定地看着我，瞳孔微微晃动，再仔细确认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。林洛曦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我抬起眼皮看他，不承认也不反对。他冷哼一声，眼眶骤然通红，眼底的不甘心就这么溢了出来。那我们各玩各的，不好吗？我努努嘴，勾唇笑了笑。我不像你，我如果交了心，那就要付出100%的真心。白秋起苦涩地牵起嘴角，真心，好一个真心。他像是回忆起什么，兀然地笑了笑。所以你就是为了他要和我离婚的？林洛曦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到底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吗？他吐出的话还是一样的伤人心。我淡然，看来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我麻利地收拾好东西，转身就走。白秋起快步过来，握住我的手腕，掐得我生疼。我颦着眉一把甩开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你有病吧？白秋起依旧挡住我的去路，看着我的眼睛冷静了下。林洛曦，我们好好谈谈，他能给得了你富足的时候吗？能负担得起你的消费吗？他能给得了你我给你的一切吗？我看向白秋起的表情变得奇怪，他变了。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我从来都不认识的模样？又或许是我从来都没看清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失望。这些我不需要别人给，我自己给得起。我不想再和他因为一个被他杜撰出来的男人纠缠。绕过他去开门，白秋起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砰地把我丢到沙发上。他的眼里蓄气很厉，眉眼低压着，毫不掩饰地将阴郁暴虐的情绪展现给我看。林洛曦，你还真想离婚？你出去看看，谁敢碰我白秋起的女人？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你偏要出去找苦吃是吗？我少过你什么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白秋起是没少过我什么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是最好的，卡随便我刷，东西随便我买，随便送我的一件礼物，也是旁人努力一辈子都不可及的。节假日也毫不吝啬，别墅也是一栋一栋的送，凡是我想要的，他统统都会送到我的眼前来。这么看，他是不是很爱我？可是钱对现在的他来说是最不要紧的东西，他最珍贵的时间全都花在了外面那些小姑娘的身上。我哑然看向他，字字句句都叫我心头滴血。白秋起，在你眼里，给钱就是对我好吗？他定在原地，
没说话，但眼底的漠然。再说我真的不识好歹，我忍不住对他吼：那我真是亏大了，为了嫁给你，我放着好好的庄园不住，跑去和你住比厕所还小的出租屋，放着好好的法餐不吃，陪你去街边啃馒头。如果不是我，你还能好好的坐在这里吗？为了你，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跑了个遍，低三下四的去求人。我相信你有能力，我相信你会对我好。我哽咽了一下，眼睛红得滴血。可是这么多了年，你就是这么对我好的？白秋启愣在原地，拳头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，像是被抽了魂一样的慌张。我像泄了气却还在硬撑着的娃娃，不甘示弱地对上他的眼睛，后又释然一笑：算了，随便你，到时候法庭上见吧。白秋启扶了扶镜框，掩饰住他的慌乱。林洛熙，说到底，你还是在和我闹脾气。我真的被他气到了，猛地把包包摔在他身上。白秋启，你是有神经病吧？我有病。白秋启抬起血红的眸子看我，踱步到我身边，拿起茶杯咽了口水，似乎是想冷静下来。我有病。他啪的一声的把茶杯摔在茶几上，玻璃瞬间四分五裂。他猛地逼了到我身前来，死死地掐着我的腰，用了10×10的力把我的肩膀压在沙发上。那个男人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，你就非要和我离婚不可？我拼尽全力地抵住他的肩膀，梗着脖子：对，这婚我非离不可。白秋启突然嗜血地笑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扭曲到狰狞，我几乎能看清他眼里根根泛红的血丝。想离婚？你做梦，你做梦！他肩膀压下来，掐着我的下巴，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。我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，身子在恶心的叫嚣。刚刚他们就在这里过吧？白秋启真是有本事！我气得眼睛发红，猛地推开他，狠狠地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。白秋启，你不嫌恶心，我还嫌脏。白秋启像是被触动，呆呆地跌坐在一堆玻璃渣里，被打偏的头还僵硬的没有动，白皙的脸庞微微隐现出红色的浮肿。我起身就跑，就好像身后有野鬼在穷追不舍。恶心，太恶心了！我头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恶心，那股子从生理上的反胃切切实实地席卷着我的全身。我几乎是一冲回家就狂刷牙漱口，太恶心了！甚至被白秋启碰过的地方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一想到他那张嘴亲过多少人，我就恶心的想吐，恨不得把嘴剁掉。隔天，白秋启搂着刘怀家的照片就登上了热搜，醒目又刺眼的标题：当红小花之三当三，出轨已婚总裁。我关掉手机屏幕，公司的股票还在下跌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一点都不在意。白秋启的电话就这么突兀地打了进来，我看着震动的手机，思考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喂？白秋启怒吼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冲了出来。林洛熙，热搜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没把照片买下来？我耐心地把手机拉远了一点。白秋启，我们现在婚姻破裂，你难道还指望我像老妈子一样跟在你后面吗？麻烦你认清现实。在白秋启开口之前，我抢先按下了挂断键。白秋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或许他一直都是这么不可理喻，只是藏得深，我看不清罢了。可是从前，他明明那么爱我，原谅爱也是可以装出来的吗？那时候我们很穷，穷到买菜都要精打细算，可是他从来都不会让我下厨，只是轻轻地揉着我的指节，神情专注爱恋。真白，戴上钻戒一定很好看。我忍不住心疼他，舍不得他愧疚，只是拿指尖搡了搡他。戴什么钻戒啊？
我明天想吃麻辣小龙虾。白秋起很浅淡地笑了一下，眼圈还是忍不住泛红，声音轻轻地颤抖：洛西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他滚烫的泪落到我的颈间，他把我搂得很紧很紧。他总觉得对不起我，那时候很穷，他却舍不得我吃一点的苦。现在倒是富了，可他却给了我吃不完的苦。说来也很可笑，他那时候穷的裤都比脸都干净，可在情人节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屁颠屁颠的到花店里给我买一大捧花。我红着眼睛忍不住骂他：你有病啊，这可以吃多少顿麻辣小龙虾？他憨厚地冲我笑了2声，轻轻揪了揪我脸上的软肉。别的小朋友有的，我的小朋友也要有啊。我抱着花躲进他怀里哭：白秋起，你傻不傻？他那么爱我，爱到舍不得让我吃一点苦，所以他说什么我都信。我坚定地相信白秋起就是我的一辈子，他会爱我一辈子。可年少情深，终究是落了一个相看两厌的下场。他曾经有多么爱我，现在就有多么爱别人。在结婚的第3年，我发现他的副驾驶的缝隙里有别的女人的东西。我全身冰凉，呆呆地握着蕾丝花边，就像是有一颗子弹射在我的心口，心跳和呼吸在一刹那就断掉了。百骸的剧痛在那一瞬间迅速蔓延开。我盯着上车的白秋起，眼泪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掉了下来。我把东西直接甩在他脸上：白秋起，这是什么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他定定地看着我，手足无措地解释：对不起老婆，我把车借出去了，绝对不是我。他指着上天发毒誓，还叫来了一堆人帮他做伪证。可是我不傻，白秋起，我不傻呀。我一次又一次的哭闹，并没有换来白秋起的愧疚，反而是他的变本加厉，渐渐疏远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，他甚至开始对我恶语相向：林洛西，你烦不烦啊？再后来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就算是见面，最多不过3句，就开始刀刃相向。我像个泼妇一样纠缠，他拿着无形的刀子，狠狠地捅我心口。他毫不避讳地带着形形色色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或妩或媚，或清或雅。可是在他们身上，我却总能隐隐约约地找到我的影子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：怎么可能呢？他厌我入骨，我这又是在自作多情什么？从爱到恨，从恨到漠然，这一路很长，长到我走了整整8年。这一路很短，短的就像是在昨天。我不明白，到底是纸醉金迷勾起了他心底的劣根，还是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引诱他走向深渊。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笃定人心。人心啊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善变阴险的东西。渐渐的，我们的世界变得割裂，加成了我一个人的孤岛，而他就像是偶尔出现捣乱的反派。那天我看着碧蓝的天，刺眼的阳光突然让我感觉到疲惫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好好的抬头看向这片碧蓝的天了？生活被我过得一地鸡毛，以白秋起为中心的日子让我的世界变得阴暗而没有色彩。在微暖的阳光照到我身上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想跳脱出来，去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们的离婚诉讼已经提上日程，尽管律师告诉我，在男方不同意的情况下，第一次败诉的几率很高，离婚的官司会拉得很漫长，但我仍旧坚持要离婚。白秋起提出要见我一面，我实在不懂他究竟在搞什么花样。刘怀家的负面热搜霸榜了好多天，在网络上被骂成了筛子。最近对劣迹艺人抓得很严，刘怀家本该上来2部影视作品，硬生生的延后了。可就算是这样，白秋起也是硬生生的砸钱保下了他。
他对我恨之入骨，所以在我经过会客厅的时候，他猛地冲过来推搡我。你这个贱人，就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的！你这个老女人，凭什么和我争？我还没慌过神，就被他推得踉跄，慌忙之中堪堪扶住一旁的座椅才站稳。我又气又怒，刚刚站稳，就冲上去劈脸给了刘怀佳一巴掌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！我撩开挡着脸的头发，居高临下的盯着他的眼睛，忍着怒气赏给他4个字：不知廉耻。清脆的巴掌声在宽阔敞亮的楼道里阵阵回响，办公室里的员工统统都跑出来，趴在玻璃墙上看。刘怀佳捂着红肿的脸，眼里衔着恶毒的泪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扑上来就要撕我的脸。你这个老女人，凭什么和我争？都是你害我！你这个贱人！保安手疾眼快地抓着他的胳膊，准备把人架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林总，是我们疏忽了。保安队长愧疚地低头。刘怀佳平时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公司里的员工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这一巴掌打的是大快人心。等等，我叫住了架着刘怀佳的保安。刘怀佳嘴里还声嘶力竭地叫着：你们谁敢动我？我是刘怀佳，你们敢碰我，你们就死定了！白总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，看到刘怀佳狼狈狰狞的脸，我心中突然升起一抹舒畅的快感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白秋琪怎么不放过我。刘怀佳轻蔑一笑，吹开嘴边的头发，对我喷口水。怕了吧，老女人，你人老珠黄的，赶紧找块地方躲起来等死吧，不然出去卖都没人要了。白秋琪喜欢的就是这种女人，她怎么这么没品？我恶心的颦眉，扬起手又准备扇她一巴掌，举在空中的手还没落下，手腕就被白秋琪紧紧握着。他的眼里满是滔天的怒火，压着怒气：你闹够了没有？他身后跟着的一行人也慌慌张张地朝他围了过来。都给我放开！白秋琪冲保安大吼，完全没了从前的从容不惧。刘怀佳脱开了钳制，猛地扎进白秋琪的怀里，放声痛哭。白秋琪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发顶，无声的安慰。我冷眼旁观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我才是插足人家婚姻的小三。这样的闹剧到底还要持续多久？我转身直接向办公室走去。抱歉，你们愿意演，我还不愿意奉陪了呢。白总，就是他打我，他刚刚就是想打我。刘怀佳丝毫不在意众人鄙夷的目光，委屈巴巴地在白秋琪怀里切声告状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小声议论着白秋琪是非不分，看着林洛熙的表情多带厌恶和恶意。够了！白秋琪微微敛起眸子，语气轻柔地警告他，好像在对一个不懂事的小朋友说话。我刚坐下来喝了口茶，白秋琪就气势汹汹地摔门进来，压低的眉眼透露着不满。林洛熙，你非要闹得这么僵是不是？这是在公司，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你也知道这是在公司。白秋琪愣了一下，刘怀佳耍小把戏，其实白秋琪心里清楚得很，刘怀佳能在公司这么闹，多多少少有他的默许和纵容。他想干什么呢？想让我难堪，想让我像从前一样过去求他？做梦吧！他显然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我继续道：你既然和他那么恩爱，那不如把离婚协议签了，省得我影响你们琴瑟和鸣啊。这个白总夫人的位置，我让给他做呀。白秋琪周身的火气顿然熄灭，只剩下惨白如纸的面容。他有些慌张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懒得理他，我管你是什么意思。白秋琪，
你叫我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？我讨厌他得紧，多看他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他找了个离我近的沙发坐下，神情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淡定和清冷。洛西，要是我不同意离婚，你上法庭也没有用，你就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冷眼看着他，眼里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我在闹吗？白秋琪简直不可理喻，他怎么做得出来这么不要脸的事？我了然嘲讽地笑了笑。你又想在外面彩旗飘飘，又想家里的红旗屹立不倒。白秋琪，你想的可真美啊！我感叹于白秋琪的不要脸。白秋琪像是被说中了一样，整个人散发着肉眼可见的焦虑和无措。他我了半天，想找什么话来为自己辩驳，可到了嘴边仍是半句话都说不出口。我看着他这副纠结的样子，心里直犯恶心。这真的是我记忆里的白秋琪吗？我不出来了吧？我烦躁嘲讽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好言相劝。你和刘怀家两情相悦，我从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我放你去和刘怀家好好过，你也放我一马，就当我这么多年辛苦的报酬了。财产我也没多要，一人一半，公司的股份都给你，你折成市场价给我就好。我保证这一辈子都不再来打扰你。白秋琪猛地抬头，眼里是破碎到窒息的情绪。他慌张地摇头：不，林洛西，你怎么会和我提离婚呢？你怎么能和我离婚呢？你明明答应过我，要和我在一起一辈子的。他深情的话落在我的耳朵里，只让我觉得可笑。前一秒还搂着情人在惺惺相惜，后一秒就和我要一辈子。我忍不住发笑。那你说只会爱我一个人的，你做到了吗？白秋琪眼神闪躲，喉咙里像卡着一根刺，说不出话来。他沉默许久，就憋出一句话：林洛西，我不想离婚。我笑了笑，把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丢到他面前。好，你现在打电话给刘怀家，和他断绝关系。白秋琪拿着手机开关，依旧舍不得。他恼怒地起身，说到底，林洛西，你就是容不下刘怀家。我耿直地点头，对，我就是容不下。白秋琪，你也真是可笑，你当真以为我没有办法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我是谁的女儿？我丢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我娘家的产业可比白秋琪的公司大得多，他就算拼死拼活的打拼，公司3年也没我家一个子公司1年的利润多。父亲说得对，白秋琪确实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我坐在副驾驶，无聊地扣手指。哥哥停好车，在我面前打了个响指，到了。我点头，心里很是愧疚。我爸妈当时坚决反对我嫁给白秋琪，他说那小子心肠花，根基不正，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当时爱白秋琪，爱得要死，哪里听进去这些？哥哥在国外留学，都还没回来，我就义无反顾地从家里搬了出去，火急火燎地嫁给了白秋琪。结婚以后，我也是偷偷摸摸地回家看爸妈，生怕被白秋琪知道，伤害了他那可怜的自尊心。我解开安全带，不敢去看哥哥的眼睛，只敢小心翼翼地说：哥哥，你不怪我吗？不怪我任性妄为，自作主张吗？要不是我不听劝，根本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曾经信誓旦旦的话语，就像是巴掌一样，一个又一个地甩在我的脸上。哥哥摇摇头，他仍是我记忆中温润如玉的模样。以你的性子，不撞到南墙，怕是不会回头。别想那么多了，一切有哥哥在呢。我瞬间红了眼眶。这些年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呢？为了一个外人，把真正爱我的人，我应该爱的人，搞得遍体鳞伤。愧疚和自责像白绫一样缠在我的脖上，让我呼吸不过来。哥哥叹了口气，
伸出长臂揉了揉我的脑袋。无论怎么样，你都还有一个家呀。我抹干净眼角的泪，扯起唇角对他笑了笑。哥哥，上去坐坐吧。好，他点点头。我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白秋琪已经在了。他在客厅的墙角堆满了鲜花，层层叠叠的红玫瑰和瀑布一样的落下。他贴心地摆好餐盘，甚至头都没抬。回来了，我尴尬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根本没想到白秋琪会在家。他已经有2年没回来过了，他的出现显得突兀又格格不入。四目相对时，他脸上的表情骤然冷了下来，敌视地瞪着我身边的男人。他像只炸了毛的猫，脸上的表情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，凝固成狰狞的模样。毕竟我哥的气场和样貌和他不相上下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遇到这样的男人，没有危机感才怪好吧？毕竟我哥可是出了名的情种，可以甩白秋琪108000里。林洛熙，白秋琪身后的拳头一点一点地收紧，声音冷到失真。他的脸色很难看，我冷着脸看他，眼神轻飘飘地落在他身上，眉头蹙着。白秋琪顿然不敢说话，只是很狼狈地站在原地，眼里的凄苦层层地流了出来。我轻轻拉了拉哥哥的衣角，小声说：“那你先回去。”哥哥叹了口气，警告地瞪了一眼白秋琪，又转身搭在我的胳膊上。“好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会接。”我微微扯起唇角，给他一个安慰的笑。白秋琪气得咬牙切齿，他的眼眶被眼里的不甘和愤怒逼得红红的。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他忍不住冲我吼，眼睛瞪得像铜铃那般大。“他是谁？你就喜欢这样的？”我无视他的发疯，和他吵架我都嫌浪费口水。“你回来干嘛？”白秋琪猝然起身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力气大我喘不过气。我不停地踢打他。“你有病！”白秋琪，我推着猛地撞到墙上。“我回来干嘛？我打扰你了是吗？打扰你和别的男人恩爱了是吗？”我死死抓着他的手腕，可他丝毫不在意，仍在发疯怒吼：“林洛熙，他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带他回家？为什么？”我干脆懒得挣扎，眼里被呛出泪。“你他妈有本事就杀了我呀！”白秋琪突然把我松开，很惶恐害怕地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下巴在我的肩膀上不停地摇晃。“不能死，林洛熙，你不能死，我们好好的。林洛熙，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好不好？我们好好的，好好的。”我手上没力气，推不动他，只好张口讽刺：“白秋琪，你他妈别太双标！怎么说我也才28岁，风华正茂，在外面有几个情人怎么了？就允许州官放火，不允许百姓点灯？你未免也太霸道了一点。像我这种有钱有颜的女人，在外面有几个男人也是很正常的嘛。”白秋琪抱着我的手一点一点地收紧，嘴里一直呢喃着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我冷笑：“怎么别人就可以理解，你就不能理解呢？”他滚烫的泪落进我的脖颈间，他绝望地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洛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他拉开距离，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，死死地抓着我的双臂，他的声音颤得几乎破碎：“洛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马上就和刘怀家断绝关系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们好好过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白秋琪的眼睛红得不像话，他这样受惊又卑微的样子让我觉得很陌生。我突然就觉得很可笑。他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下睫毛上还挂着泪。白秋琪多久没哭过了？我记得他上一次掉眼泪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握着话筒的手在剧烈颤抖，哽咽落泪，话都说不利索。“林洛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嫁给我，我
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歪在门板上，看着白秋启的脸，要怎么把他和我记忆中的男孩联系起来呢？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吗？我抢过他的手机，丢进垃圾桶里，厌恶的表情浮现在我的脸上。白秋启，你发什么疯？他突然情绪崩溃，拿起东西就砸。我发疯，我发疯！他气喘吁吁地盯着我，就像是一只失去控制的野兽。我就是疯了，林洛曦，我就是疯了！他突然跪在我面前，开始扇自己的巴掌。我该死，林洛曦，我该死！我惊愕地看着他，被他疯狂的举动吓到，拔腿就想跑。他紧紧地盯着我，猝然冲到我面前，眼里满是哀求和痛苦。你要怎么样才会满意？我要怎么做？林洛曦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？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，我要怎么样你才能留下？我要怎么做你才不会离开我？我紧紧握着门把手，白秋启痛苦的表情突然在我面前放大，他抓着我的手，拼命往自己脸上扇，这样够不够？我扯着手，拼命往回缩着，崩溃的大叫：你疯了！你疯了！白秋启，你疯了！可能是因为我的失常吓到了他，些许的神智回到了他的脸上，他不由分说地按着我的后脑勺压进他的怀里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道歉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林洛曦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一连几天，白秋启比家里请的保姆还勤快。一大早，我被吭哧吭哧的声音吵醒，揉着乱糟糟的头发下楼，就看见保姆一脸为难的表情。白秋启拿着一杯杂粮粥出来，杂粮被打成细细的粉末，又被热水冲泡开。他端到我的面前来，眼里全是笑意和讨好。我拧着眉看他，白秋启，一大早的，你又发什么疯？白秋启直接略过我的话，你之前不是最喜欢喝这个吗？我一大早就起来弄了。我接过，只觉得可笑。那时候我起早贪黑的帮白秋启的公司打拼，1分钟都要掰成几瓣用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直接冲这些粉喝。我一把泼到他身上，冷着脸看他，你真以为我喜欢喝这个吗？麻烦你自己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？白秋启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白秋启脸上的情绪一变，表情似乎是被冻住了，那种后悔、惊慌、惧怕，一瞬间全都倒在他的脸上，好不精彩。白秋启锲而不舍，把保姆干的活全抢了。我连夜带着证件溜到我哥家，生怕白秋启哪天发疯来爬我的床。刘怀家被封杀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蔓延。我去公司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他被2个保镖一左一右地护送出去。他恶狠狠地瞪我，回身就想要冲过来和我撕，保镖直接把他拽走。我看着等在我办公室门口的白秋启，丝毫不意外，看向他的眼神只带着厌恶和嫌弃。又做戏给我看，有必要吗？白秋启把怀里的花递给我，苦涩地牵起嘴角，没有，只是你好久没回家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他的心腔在发抖，心好像痛到窒息，他竭尽全力地呼吸着，那抹哀求就这么横冲直撞地冲进我的眼里。我看着他手里的花，并没有去接，只是觉得他很好笑，早干嘛去了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很认真地说：这样吧，白秋启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净身出户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净身出户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，我不愁吃，不愁喝，即使净身出户，我也仍然可以过上很富足的日子。白秋启眼里的情绪凝固了一下，他慌张地眨了眨眼，好久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些什么。他眼里燃起的怒意又被他压了下去，他苦笑又怅然地看着我，机械般地摇了摇头。你明知道我不可能同意。
他眼里溢出水雾，很是悲伤可怜。他吸了吸鼻子，扯出一抹难看的笑，说出的话气息混乱，语气不稳。不然我把全部财产给你，我们不离婚，好不好？他狭长的眼眸里透露着点点的哀求，他就像是在路边被人遗弃的小狗，眼巴巴地求着我收留。我很无语地散开他。白秋启，我们真的没什么可聊的。他说的条件给不了，我说的离婚他不答应，两个人完全都不在一个频道上，简直是鸡同鸭讲，狗屁不通。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腕，头压得很低，叫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真的没得谈了吗？我厌恶地甩开他的手。对，我和你无话可说。他急忙接住我的话，就算我再也不碰别的女人，只是想和你好好的，都不行吗？我恼了他一眼，不耐烦地把门关上。滚开！我知道白秋启疯，但我不知道他这么疯。被蒙着眼睛绑到漆黑的房间的时候，我怕得要死，整个人蜷缩在角落，瑟瑟发抖。突然有人走到我身边，在我面前蹲下，他轻轻地拉开绑在我眼睛上的黑布，笑得阴暗又嗜血。我睁眼看见他的脸时，我恨极了，张嘴就骂他：白秋启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这个疯子，你这个混蛋！他全然不顾我的咒骂，眷恋又痴迷地把我搂进怀里。洛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，我们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他温柔地撩开我挡住眼睛的头发，眼里尽是满足与欣喜。我们会一直这样，到老到死。我心口闷痛，突然就呕出一口血来。我努力地眯着眼睛，却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没有。白秋，洛西，林洛西。我最后看到的景象就是白秋启慌乱地抱着我哭。再次睁开眼，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争先恐后地扑了上来，抬眼就是医院整洁冰冷的天花板。醒了，哥哥穿着防护服，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的。我要死了，住的 ICU。我拧着眉，害怕又紧张地盯着他。没，我哥淡淡地看着我，就胃溃疡。我说，你得了胃癌啊？我往病房外一看，立刻就了然。哦，他在外面跪一夜了，从你进手术室起，跪到现在，对着医院的墙壁一直祷告。哥哥嘲讽地笑了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装，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赶都赶不走。我说你胃癌晚期，没救了。他不信，差点还把医生给打了。我默默地听着，没什么感觉，毕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这会儿知道忏悔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扯起唇角，好奇地问他：哥，那你准备安排我到哪去啊？陪爸妈回老家养老，你去不去啊？哥哥伸手扯我的脸，我连连点头，去啊去啊。我死遁以后，白秋启在医院大闹了一场，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，身边也不再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，每天准点下班，准时回家。我听到的时候简直觉得可笑。白秋启这又是在演给谁看呢？囡囡，过来吃饭了。欧洲空运过来的大螃蟹蒸好了，妈妈从餐厅出来吼我吃饭。来了来了，管他呢，我现在过得可滋润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